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前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盘点了在2022年马股最有上升或反弹能力的公司中的3家附属股，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今天这一支影片，我们就继续来给大家盘点在2022年马股最有上升或反弹能力的公司。那由于今天这一家公司之前小编还没为大家分享过，今天就会讲解的更仔细一些，而剩下的其他公司将会在下一支影片为大家分享。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这里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扭转乾坤的看透股市教育群开放给2022年的新学员加入了。在这里，小编会发出马股大小时事、分析报告和你问我答环节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留言区点击网站连接，直接在网站购买扭转乾坤教育群，你将会收到邀请连接，加入我们的待候群，等待审核。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如今购买我们的教育群年票的话，就可以参与幸运抽奖哦。奖品包括 iPad Air 1台、Samsung 智能手机2台和更多的好康。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点击网站连接，直接开始报名哦。报名非常简单，只需要到网站申请会员，再选择购买年票就可以了。期待和你们在教育群内和我们一起成长。新的2022年，让我们开始全新的投资旅途吧。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家公司，就是一家非常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 Exim Group 的主要承包商 Main Contractor， 而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建筑行业也拥有10年的经营历史。那他们旗下一共是拥有3家子公司，分别是 Nexcon Infra Sdn Bhd、Nexcon Builder Sdn Bhd 和 Nexcon Sustainable Solution Sdn Bhd， 而他们主要是提供土木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 Civil Engineering and Infrastructure Project、 建筑设施服务 Building Construction Services， 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活动和维修工作 Renewable Energy Activities and Maintenance Work。 那除了是 Exim Group 的其中一个 Main Con 以外，他们也有承包其他土木工程和一些基建工程。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收入大多数都来自哪一个领域。那根据他们的收入分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占比较大比例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建筑部门 Building Segment。 在2017年至2020年财报期间，建筑部门虽然是贡献了大多数的收入，但是在2019年开始，他们的基建设施方面的收入也开始增长。那截至9月30日 Building Segment 的未开票订单 Unbilled Order Book 就占据了他们总订单的 73.9%， 也就是大约总价值1042个 million。 那至于另外一个业务 Civil Engineering and Infrastructure， 其实从2017年财政年就开始一直增长，也就是从2017年财政年的 11.4% 逐渐增加至2021年财政年9个月的 36.2%。 那如今来自这一个部门的未开单订单是 185.2个 million， 占了他们未开单总订单的 13.1%。 那说到 Nexcon 的 Unbilled Contract 也是非常傲人的，因为截至2021年9月30日 Nexcon 的手上一共还有12个总价值为 2049.4个 million contract value 的 ongoing contracts 持续合同，而其中 Unbilled Contract value 则占了 1409.6个 million， 也就是12个总合同价值的 68.78%。 那这12个 ongoing contracts 之中，当中有8个来自于建筑项目 Building Construction Contracts， 而剩余的4个则是来自于土木工程以及基建项目 Civil Engineering and Infrastructure Contracts。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今是拥有非常雄厚的 Unbilled Contracts 在手，而根据他们一年如果收入是300至400个 million， 那如今的 Unbilled Contract 依然能够让他们支撑3至4年。至于未来，管理层表示他们将会竞标更多的基础建设，因为基础建设的盈利率会比普通住宅建筑来得高，所以在他们的 Tender Book 招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今是拥有高达36个招标，总招标数额高达3个 billion， 而其中的建筑部门的13个招标是占了总数额的 34%， 也就是 1.01个 billion， 而23个基础建设招标则是占了总数额的 66%， 也就是 1.95个 billion。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如今就正如他们所说的，往盈利率更高的基础建设发展。那了解了他们的招标书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上市以来的3个季度的业绩表现。首先第一个季度是非常不错的，收入达到了 95.6个 million， 而盈利是 3.7个 million。 之后第二个季度则是收入 84.8个 million， 但是至于盈利只有1个 million，
这里我们就明显的看到盈利下滑了。而之后第3个季度则是收入70.6个 million， 盈利0.96个 million， 我们就看到盈利和收入都下滑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下个季度还会不会继续下滑呢？大家不要惊慌，这里小编就来为大家一一解释。首先，第2个季度的盈利下滑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了一个 one time loss， 也就是一次性消费，那就是他们的上市费用高达 2.09个 million， 其中的 1.95个 million 就被记录在了第2个季度。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一个季度的盈利加上上市费用，他们应该都还有将近 2.9个 million 的盈利。那之后第3个季度则是因为政府在2021年7月时颁布了加强行动管制令 FMCO， 导致建筑活动低迷，整个季度真正开工的时间也只有1个月。但是好消息就是如今 FMCO 已经解除，而他们的所有建筑施工的活动、土木工程和基础设施活动都已经恢复运作，所以下个季度的盈利相信也将会回到正常的水平。那了解完了他们的业绩，那 Nescon 比起其他同行又有什么优势呢？我们可以看到如今他们已经是开始引进新能源，也就是太阳能板来增强他们的业务。 Nescon 宣布旗下的子公司 Nescon Sustainable Solutions Sdn Bhd 已经是正式与新加坡上市公司 Hatton Land Limited 的子公司 Hatton Renewable Energy Sdn Bhd 成立联营公司来联手发展太阳能电池板业务，而当中联营公司70%的股权将由 Nescon Sustainable Solutions 持有。那 Nescon 指出，他们的联营公司将承担 3.19 个 megawatt power 屋顶太阳能光伏系统的项目。那第一个工程就是来自于马六甲州 Dataran Pahlawan Melaka Mega Mall 屋顶的6373块太阳能电池板和相关系统所组成的工厂。那同时也会与建设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的公司联邦 Venture Sdn Bhd 签署购电协议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并且管理这个项目21年。那 Nescon 引进太阳能板的主要优势就是由于他们是工程承包商，在建筑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很简单顺手的使用工地的吊车把太阳能板运输到屋顶上进行安装，而这样就能节省成本。那么这对开发商和 Nescon 都有好处，因为这可以为开发商减低成本的同时也为 Nescon 提高盈利率，所以之后他们也将开放和其他潜在伙伴合作，争取大马太阳能光伏电站和设施工程。那除此之外，他们也有一项优势，那就是他们将会把 IPO 得来的45个 million 中的6个 million 用于成立 IBS 工业化建筑系统设施，而其中就包括 Precast Hollow Core Slab 预制空心板，这将能够用于停车场的地板，并且可以减少将近40% 的建筑时间。之后就是 Precast Half Slab 预制半板和 Precast Bathroom Unit 预制浴室单元，而这2个 IBS 就能使浴室和楼层的建造同步进行，以便节省时间。那这一些的优势就是将会达到质量保证、减少人工成本和加快建筑速度，并且确保持续性。那最近我们也看到他们似乎有新的合约到手，那就是中国交通建设东铁有限公司 ECRL 总值9040万令吉的合约，而这也带动了他们的股价。相信在未来他们还会传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下一个季度的盈利也将会有所反弹。那你们觉得这一家很多合约在手，而且不断引进新技术的公司会是你们的选择吗？觉得会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觉得不会的请打上2，并分享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